你说你为这种事儿生什么气啊？你别找我啊，烦着呢。好好，回头我就帮你上网去骂去，好不好？你说我骂那个奇葩相亲男，他凭什么骂我呀？还转发那么多条，每条还都艾特我。网上嘛，什么人都有，所以我让你别在网上浪费什么时间了，赶紧的去找你的金龟婿。打击敌人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过得比他好，活得比他幸福。你看，天天有时间在网上骂人的人，都什么人呢？我不是说你啊，你就应该被人骂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说的是你就应该骂人。那个，你说那个骂你的人，今儿骂了一天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好几个马甲。你看那些骂你的话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。这人最难改的就是自己的语言习惯，要么怎么说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难呢？我帮你结。喂，喂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了，我今儿在这个微博上看见有人那什么你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这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这林子大，什么鸟都有。你给我打电话，就是为了说这句话？不是，还有啊，我今儿别人送我好多大闸蟹，啊，你在哪儿？我给你送点去吧。啊，反正我这也吃不了。那你送到小区门口吧。好啊，那大概半小时就到。来，这就对了嘛，较什么劲呢？别解释啊，更别说你想吃什么大闸蟹啊！赶紧回趟家吧。干嘛？换身衣服呀！我这身挺好的。这不是上班穿的吗？再说家里乱得一塌糊涂，也得回去收拾收拾吧。你不让他进门就好了。小姐，你想清楚没有？人家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送你大闸蟹？不就是想进屋喝点小酒，吃着大闸蟹，跟你过一个浪漫之夜？屌丝也这套路，把你送到家楼下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肚子好饿，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吃的呀？”目的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上楼。你要不让人上去，后果自负啊！什么后果啊？亲，咱都28了，就别装什么公主范儿了。咱又不是图兰朵，也没有富可敌国的父皇和母后，咱就别给送大闸蟹的王子出什么难题了，好不好？走快2步，936马上就要到站了。到了。来了。爸，iPhone 5，要帮您充电，顺便给您下点东西吧。要不送我得了。不是有手机吗？您不是也有了？我这工作需要啊。反正糖红色的，追的真够紧。瞎说什么呢？行，你赶紧吃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办点事儿。您去哪儿啊？出去有事儿，趁热吃，蘸着这姜汁吃啊，螃蟹凉性。不是，您干嘛去啊？管那么多干嘛？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吃完了不许出去跑，看书啊，跟家。成吧。没别的啦。哎，这件怎么样？你得穿的有女人味儿，但是又显得不那么隆重的那种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又不让我穿他见过的，我哪来这么多新衣服啊？我记得你有一件黑色的裙子挺好看的呀。没有，哪有黑色的呀？就是那个有点镂空的那个。哎，
那这件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不行，这太粉嫩了。你得走那种轻手款路线。哎，你知道威廉王子第一次见凯特动心的时候，人姑娘穿的什么吗？什么凯特呀？凯特你都不知道啊？就是威廉王子娶进王室的那个女孩，人穿了一件透视装。你怎么全知道啊？废话，你当年考大学读了多少本书，做了多少道题啊？这嫁入豪门不比考大学难多了？大学录取率比嫁入豪门的录取几率高多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博士都是批量生产的，你什么时候见过王妃批量生产的？咱不得借鉴学习一下成功者的经验？哎，行，你也别挑了，穿我的。江江，这么露我怎么穿呀？怎么漏了？这还漏啊？多好呀，把优点全部都显出来。特别贵，1800呢。哎，你穿完了以后得给我干洗啊。知道。这颜色好看吧？穿上显得皮肤特白。真的啊？喂，唐红阿姨。哎，树苗，你爸呢？哦，你找我爸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找他，那个他下楼遛弯没带手机。他没在家。嗯。哦，有什么事您说吧，回头我转告他。你就跟他说，兰姐在我们家喝多了，我把她送到和睦家医院了，你叫她赶紧到医院来找我们。嗯。啊？那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去医院了吗？啊？你知道我跟唐红怎么说的吗？我说你下楼遛弯了，然后我下楼去找你。如果呢你要有事儿需要我给你掩护，我还可以说我没找你，聪明吧？行，别说了，你告诉他让他们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。他再打电话呢，你就说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在路上了啊。嗯，成。那个他让您去那个和睦家急诊，知道吧？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杨树，你等一下啊。这个螃蟹、大闸蟹今天刚空运来的啊，最好今天吃了啊。你说要给我个解释，这就是你的解释吗？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哎呦，实在抱歉，我这一个朋友啊住院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啊。赶紧吃啊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你别这么奋笔疾书的好不好？写长篇啊，又没人给你出版。还真有人跟我商量呢，说要买我的版权，改编成电视剧，就叫我的《奇葩相亲男》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说，他真是挺够奇葩的。不过呀，我老觉得他另有隐情。什么隐情啊？阁楼里住着一个疯子老婆，3代疯饼。你《简爱》看多了吧？我觉得他奇葩的就是，你说他要不喜欢你，干嘛一会儿送你包，一会儿送你大闸蟹的？我觉得他是想用直钩钓鱼姜太公那一招，愿者上钩。要么就是他有老婆，要么就是他有女人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我得问问他，让他跟我说清楚，你是拿我当休闲工具还是交往对象？你要是拿我当交往对象的话，那以后咱们就奔着结婚去，那我也把你当交往对象啊。你要是只是拿我打发时间，好啊，那我就把你排在消遣娱乐档，
有空混混，没空拉倒。小姐，你别这么较真儿好不好？当心真嫁不出去。哦，我不较真儿，我就能嫁出去啊？咱们那客户 James 你知道吗？啊，同事跟着多少个呀？每次吃饭我都见他带不同的，1年多了，我都没见他带重样的。那咱们更得勇于竞争了。我凭什么竞争啊？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小姐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上辈子是干什么的。干什么的？千金小姐，搭一绣楼，比武招亲的那种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？你以为还是你抛一绣球，男人就拼命去抢的那个年代了？那个年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男人都见不到女人，好不容易见着一个能搭得起绣楼的，那家里都不是一般人，怎么着也得有个员外的爹。那我该怎么着啊？像电脑病毒那样占据他的内存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把他所有文件全都删光。男人跟男人不一样，有的喜欢知性型，有的喜欢火辣型，你得投其所好。那我又不是妖精呀，想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。这妖跟妖还不一样呢，白骨精跟狐狸精都是妖，这白骨精啊，就是没有人狐狸精吃得开。那是，白骨精孙悟空见一次打一次，狐狸精呢，吃人肉喝人血，干的坏事一件也不少，最后还能嫁一书生秀才什么的。你能别成天在我面前叨叨这些歪理邪说。哎，你还没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狐狸精会扮无辜，会装弱呗。说对了，这女人啊就得会撒娇。这女人一掉眼泪啊，男人就心软。你说白骨精铁骨铮铮，百屈不挠的，哎，那不挺好看的吗？这哪个男的会让她呀？这狐狸精色诱男人啊，哎，宝贝儿，你说怎么办呀？我特别想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我饿。你说男人怎么办呀？顾小姐。哎呦，走开走开！这男人啊，不立马就从了。哎呀，男人还好面子，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弱智，只能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，给我们拿下这衣服的号。你穿什么号来着？哎呦，我就是这一件就好了。哎呀，你都试试吧，衣服试试才知道哪件好看。刚说哪儿来着？狐狸精嘛。白骨精。这白骨精啊，就是傻，跟人硬碰硬的，就跟你一样，一路从数理化拼上来，到了职场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即便你这貌美如花，这男人也抡不起你这千钧棒。那怎么着？我把工作辞了，然后成天去色诱男人。小姐，您都28了，实在没工夫改走什么性感路线了，你就踏踏实实走好你这个路线就行了。好你这口的男人也挺多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哎，布料也不错。3800呢。你还能一点不付出啊？那万一不成呢？那更得买了，那得做长线投资。哎，服务员，衣服拿来没？你再把其他几件也试试。你试试，事儿那么多呢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一件拿一我能穿的好，我穿 S 就行。好的，你稍等。哎，你手机响了。哇，不乐。他还有脸给我发短信。他还有脸叫你宝贝儿，问你在哪儿，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？我跟他说你在金湖茶餐厅啊。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手真快，你不想去就不去呗，反正他放了一回你鸽子，你也放他一回，一报还一报。我要教训个贱人，人家怎么撵啊？看不顺眼成吗？
想怎样？我想让他以为自己能嫁一个有钱人，然后梦醒了，心碎了。顾晶晶，是，你好，我是 Popular 的侄女儿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 Lily， 我们是碰上的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是替我大伯来的。我大伯呢是个好人，离异之后就没有再娶。他的性格吧比较害羞，就属于那种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那类。不过他很喜欢你，还问我说，如果喜欢一个女人，我应该怎么去表达呀？那我就建议他说，你送个 Prada。没想到还被你给退回来了，我大伯特别沮丧，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觉得是冒犯你了，对不起啊。侄女，我大伯觉得呢，你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，不物质不势利，他呢最讨厌那种物质势利的女孩子了，所以也不好意思过来。毕竟你看你这么年轻貌美，他大你那么多，但我答应了给你个解释，我看他挺为难的，就替他过来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侄女儿，这事情吧，你没有误会。晶晶就觉得跟你大伯认识不久，收这么重的礼物，她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我也是这么跟我大伯说的。他们那代人嘛，跟咱还不太一样，他们是越喜欢一样东西吧，就越不敢去面对，反而还得装着不喜欢、不在意。你怎么说呀？宁肯有尊严的失去，也不愿意死乞白赖的得到。你大伯让你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解释这些？不止这些。他说他很喜欢你，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。他现在呢，人在去往东京的飞机上，因为公司临时有点事儿。如果你也喜欢他，想跟他继续交往，你可以给他发个短信啊，他一下飞机就能收到了。如果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别勉强嘛。他是个有身份的人，绝不会再打扰你，给你添麻烦。现在孩子都已经这样了，哎呀，我妈呀！这说话我有点接受不了呀，太咄咄逼人了。哎，你的博奥普勒啊，肯定巨有钱。看见那孩子没有？从头到脚全是名牌，就那爱马仕，那颜色，想订都订不到。我之前在淘宝网看到过，二手的都要卖6万多。还有他身上喷那香水味儿，我闻都没闻过，肯定是个限量版。哎，他说他是杨叔他侄女，你觉得是真的？他闺女，你也觉得是吧？多新鲜呀！这年头有哪个侄女会操心大爷这种事儿啊？不过从这件事情上，你可以看出这博奥普勒肯定特别宠他闺女。你想呀，但凡他能看得上的，他肯定先过他这女儿这一关。他女儿要不同意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深交的。你意思是，他故意让他闺女来看我一眼？这事儿你得理解啊。你们俩还没怎么着呢，
他要把你带去见他的闺女话，你肯定心里不舒服呀。但万一等你们俩怎么着了，哎，他闺女不同意的话，他该怎么办呀？这有钱人之所以被称为有钱人，就是在对待问题和处理事情上特别周到，不像有的人，哎，什么都不想就不管不顾的先爱上了，到头来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的，把自己弄得特痛苦，坑了自己。你想好了，成天播种育种的也没见你打上粮食，欲速则不达，差不多就成了啊。你现在看不上的那些，反过来到你等个30岁，你还得求他们，排队都排不上。我为什么要排人家的队啊？我得让他们来排我的队。这事儿就跟买房一样，你得向开发商学习，把自己当期房，让那些想买的人先交定金，然后再付月供，付个2、3年，你都不能让他们入住。他们万一后悔了，那行，把定金退给你。你之前付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泡汤了，到别人那儿还得从头再来。你要是不想退，那对不起，那就得看姑奶奶我的脸色了。我想涨价就涨价，大不了退你定金呗。到别人那儿卖得更高，房价就这么被炒上来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那到时候没人接盘怎么办呀？你可砸手里了。哎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一般的男人都不是男人啊？哎。Popular， 抛什么来着 ？Popular， 它是一棵普通的杨树，你还会搭理它吗？不就是因为它是一棵有钱的杨树吗？哎，那你因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一见钟情啊？就因为他第一次见你，把一杯水洒到你身上，然后笨手笨脚的给你擦，你就觉得他特深情是吧？他要是一服务员，你会觉得他深情吗？你肯定嫌他笨，然后投诉他，最后呢让他赔你衣服钱，就算不赔你衣服钱，也得赔你干洗费。哎，我说顾小姐，你怎么就那么听不了真话呢？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，我要找一老公，他要是不疼我、不爱我、不关心我、不照顾我，要他干什么呀？就因为他有钱啊？有钱怎么了？银行有的是钱，给你嫁吗？谁你手一空房见不着人有什么意思呀？丽丽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样的呀，就跟杂技演员耍盘子似的，一手耍好几个。你别上班了，你去当杂技演员得了，保你得1金奖。好了，我的女神，对不起啦。来，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马路上这么多人，丢不丢人呢？好了，不过我真觉得你这样不好。我也想好好的啊，找一人开开心心过日子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，节假日出去玩玩。可是生活是现实的，你知道吗，顾小姐？就算生活再现实，你也不能找一个有老婆的呀，特别是那黄老板。我不信任何人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哎，我说我怎么就跟你着不过来这急呢？我跟你还着不过来这急呢。哎，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把自个儿嫁出去吗？让我沾沾你的光，做一个好女人。好了 ，stop，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。你干嘛打车呀？我不想坐公交车，行不行啊？算你有钱。今天我请行了吧？谁要你请，谁稀罕呀？